中国房价第4高的城市，居然是一个地级市，平均房价仅低于北京、上海、深圳，超过了1线城市广州，令人非常意外。它就是福建的厦门市。今天我要去拍摄传说中厦门最贵的楼盘帝景苑。帝景苑位于厦门中央商务区，集山景、海景、湖景于一体的厦门第1豪宅，每平方的房价超过20万元。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帝景苑的价格走势，现在的挂牌均价为14.9万元每平方。顺带着也看了一下其他的数据，745户只有296个车位，一户只能分到0.4个车位，这个比例完全不像是豪宅的表现。我拍过广州和深圳的顶级豪宅，平均每户分到的车位都在2个以上，所以我估计网上的这个数据是不属实的。物业费2.5元每平方，地面停车费150元每月，我觉得也有一点难以置信，许多普通小区的收费都超过这个价格。帝景苑有5栋62层的超高住宅楼，外观设计有许多偏圆润的元素，最显著的就是阳台，拐角都是弧形，1楼的屋檐也全部都是弧形拐角，看上去多了一些现代感和柔美。1楼的大门全部使用金色，个人感觉这突然的古典豪华有损整体的现代感。就像郭德纲和韩国女团同台表演，大家都很优秀，但是风格不契合。外围也一样，比较现代的大理石加上比较传统的土豪金。审美这个东西千人千面，我猜设计师应该是想要做到既豪华又现代。有一说一，如果忽略这个土豪金的元素，帝景苑的整体外观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对比广州的侨兴汇悦台和深圳的深圳湾1号，我认为帝景苑更为出彩。在中国市场，豪宅基本都是大平层和复式，帝景苑的户型面积大多在400到600方之间，最大的还有1537平方的空中别墅。和帝景苑相关的网上新闻，我搜到2条。第一条，去帝景苑看房需要验资，需要有3000万资产证明，验证完成后才会安排置业顾问接待。第二个新闻是2.5吨的劳斯莱斯被吊上帝景苑的44楼。我不知道这位土豪为什么要把车吊到44楼。我要是成了土豪，绝不会这么变态，我顶多让泰勒斯威夫特穿着背带裤，手拿老虎钳，给我唱一首《麝香夫人》。厦门并不是人们眼中经济十分强劲的城市。去年厦门市的 GDP 在全国城市排名中仅仅名列第32位，排在它前面的是沈阳和温州。厦门的常住人口也仅仅500多万。那么厦门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呢？网友们给出的原因主要有3点。第一，厦门岛内土地供应不足，厦门分为2大区域，分别是岛内和岛外，城市的重心主要是在厦门岛内，岛内面积为158平方公里，岛屿无法扩大，土地用1寸少1寸，成了稀缺资源。第二，厦门是一个旅游胜地，环境气候非常宜人，也算是稀缺资源。第三，厦门外来人口多，根据最新的数据，厦门外来人口的占比是 52.58%， 超过半数。他们对房子的需求也进一步推高了厦门房价。厦门旅游业 GDP 占比为 27.9%， 说厦门是一座旅游城市，毫不夸张。以前也经常打过来。对啊，以前基本炮战就两边对。最后一炮是97年打的。哦，最后一炮啊，97年还打过。97年还打过来的。嘿，但是那是打的不是炮弹，是宣传弹。以前打宣传弹、换气球。就打一些传单过来。对，还有一些以前我们这边穷嘛，还有一些罐头就他看潮水，给你换到海里面，他就自己飘过来了。他放罐头有什么用呢？换罐头给我们吃啊，给引诱我们。哦，就说对啊，我们吃的是这么好啊。哦。但是那罐头我们不敢吃小时候都不敢吃，还要去教。哦。还要去教街道，哎呀，我们海里面讲的这个不能吃什么。要上交。共产党说这不能吃了，吃了会死哦。会有毒。吓人了，吓人了。结果我们小孩子不懂啊。我这又不敢撬。因为呢，以前的罐头没有一个拉的嘛，要用刀去撬，一直撬，撬起来也试看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那边条件很好，对，吃的很好，对，然后施舍给我们的，说不好听的施舍给我们。
思想公式。对，然后一吃，哇，这么好吃，会不会有毒啊？不敢吃一点点。早上吃的，下午没事再吃。哇，那时候那有肉，那肉灌得太好了。是60年代还是70年代？对呀，那时候那肉灌的开玩笑，还有那个鱼干，小鱼干，哇，那太好吃了。还有一些人有亲戚在那边呢，很多，是吧？所以说打的都是自家人，有什么好打？对，都是自家人。说实在的。接下来我要去体验厦门的健康步道，全长23千米，耗资10亿元。健康步道最著名的就是这个螺旋桥，网传这个桥的造价约为5000万人民币。螺旋桥中间那根柱子实际上也是一个电梯。沿着山海健康步道走到山顶，确实可以看到城市、山和海湾。在这个视角，山和海互相环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代化的城市高楼耸立四周，壮美的跨海大桥，海湾里行驶的轮船，就像一份视觉的大餐，令人心旷神怡。不得不承认，厦门是一座极美的城市，天造地设，有着完美的旅游资源。山顶的平台上，这个不锈钢的大圆盘是起什么作用的？我用膝盖思考了一下，觉得是可以坐的休息区，但又不太像，毕竟高度有点矮，而且可能还会很烫屁股。这个问题，我想问风中小憩的红花风铃木，问跳着广场舞的狗尾巴草和四处打野的彩蝶。他们齐声回答我：你去问那只飞鸟吧，它从西伯利亚来，到澳大利亚去，它一定知道。我突然又不想知道答案了，他们都不用赚钱，也没有房贷，而我还要为观众不订阅、不点赞而烦恼。所以此时此刻在看我视频的所有观众，你们每一个订阅和点赞都能变成一缕清风，抚慰我单薄的灵魂，坦白的讲，也能增加我的收入。中午到了吃饭时间，听说厦门附近海域经常能捕到野生黄花鱼，每斤价格3000元左右。我曾经吃过一次野生大黄鱼，不过已经忘了是什么味道。除了黄花鱼，还有金枪鱼帝王蟹东星斑，一时间变得很纠结，不知道该具体怎么选，思考了几分钟，干脆全部放弃，最终决定吃猪脚饭。冲着猪脚饭去的，最终却还是吃了台湾卤肉饭和牛肉饭。下午随意的逛街，发现了一家商业气息浓厚的寺庙。这个红山寺位于闹市区，底下1层，装修得很像官方直营店。这个 LED 的广告牌不停地播放，常态共修，周末上午佛学班，还有每日念佛共修。右侧还有艺术馆，估计应该是卖字画之类的。我这个人心态很开放，这种与时俱进的寺庙我并不排斥。姜母鸭算是厦门当地比较著名的食物，从这个名字上理解，似乎应该是生姜加母鸭的组合。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偏偏只吃母鸭呢？公鸭未免也太幸运了吧。我上网搜索了一下，姜母鸭实际上是鸭与母姜的组合。姜母是闽南话的音译，是老姜的意思。经过一条老街，看着是明显的骑楼风格。据我观察，在广东和海南，这种骑楼风格的老街非常普遍，比如广州的北京路附近，以及海口的骑楼老街。没想到在福建也非常的多见。我原以为这是中国传统的原生建筑风格，在网上一搜索，让我大吃一惊。现代意义上的骑楼最早起源于印度的贝尼亚普库尔，是英国人首先建造的，称之为廊坊。接着新加坡的开埠者来佛士在新加坡城的设计中也使用这种外廊结构的建筑，称之为店铺的公共走廊，闽南话称为五角基。后来下南洋的闽南华侨把这种建筑带回故乡，传入中国华南地区后开始称为骑楼。原来这骑楼的源头居然来自于印度，在我的内心，骑楼的美感马上就打了一个7折。这种感觉就好像一直说普通话的美女突然说起了方言，直接拉低了颜值。中山路是厦门最著名的商圈，也是游客必逛的地方。沙茶面是厦门的一道传统小吃，
源自华侨带回的东南亚菜系，主要原材料是沙茶酱和高汤，难怪可以吃出一点萨瓦迪卡的感觉。两家紧挨着的里脊肉串店，一家排队排成长龙，另一家却一个客人都没有。老实讲，不过是炸个肉串而已，我是不觉得口味上会有巨大的差异，更多的时候大家是从众心理在作怪，强的没那么优秀，弱的可能也没有那么不堪。神奇的一幕，这位女子吃的姜母鸭，桌上放着一把手枪，聪明的人都知道，那肯定是一把假枪。每个城市的步行街都在变得越来越像，他们是城市里人气最旺盛、能量场最强大的地方。这里的每个商家都在努力赚钱，追求美好的生活。逛街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开心的，所以步行街可以算是人类社会中最为积极向上的生活场所。如果你不开心、很抑郁，最近总在胡思乱想，那么你应该多去步行街。这里的纯正气场能够击溃阴暗和晦涩。我认为接地气有两种意思，第一种就是大家经常认为的深入到普通生活，第二种就是深入到这种正向积极的生活场景。生活没有那么美好，但也没有那么糟糕。天晴时候，风拂为海面，季节闭上眼睛，心情在麦田里的咖啡店，从头来过，或者再次遇见海底的烟，或者海上的闪电，都不影响飞行的海燕。海中的孤舟要驶向理想的宫殿，劈开海浪的疯癫，笃定地向前。散落的我们，穿越过春天和秋天，波动危险和新鲜，不停止改变。学习着洗脸，不要别人关心，只想自己尝岁月的苦甜。生活落下，或者时间发芽，激情爆发，或者为你的变塌，我只需要说一句来吧。海中的孤舟要驶向理想的宫殿，劈开海浪的疯癫，笃定地向前。我们的自己穿越过夏天和冬天，呼吸清风和星光，直到最后一天。